想象一下，有一天学校公布了最新奖学金得奖名单，你原本满怀希望，因为你成绩优异，表现亮眼。但当你仔细看，所有得奖名单上只有男生的名字，连女生的申请资料都没被考虑，你会怎么做？默默接受，还是勇敢站出来打破不公？在民数记27章1到11节中，就有5个超级勇敢的女生，希罗非哈的5个女儿，她们做了一件震撼全以色列的大事，挑战传统，争取她们也能承受产业。这段经文记载了5个女子，玛拉、挪阿、荷拉、密迦、得撒。因为父亲希罗非哈去世，没有儿子继承产业，他们就大胆站到摩西和首领面前，要求公平。摩西把这事带到神面前，结果神竟然回答，他们说得对，应该把产业传给他们。这不只解决了他们家的问题，还制定了以色列新的继承法则，一场神迹般的社会改革，就从5个女生的勇气开始。故事要从一间叫做青藤中学的学校说起。这所学校每年都举办一场创新科技竞赛，传统上冠军几乎清一色被男生队伍拿走。因为科技是男生的天下，这种老观念深植人心。小山、子瑜、佩佩、安安和欣妮5个女生从小就是死党，她们超爱解谜，动手做小机器人。当老师宣布今年的竞赛主题是绿能智慧生活时，她们兴奋极了，马上组队参赛。可是一开始就不顺，报名时其他同学偷偷笑，女生又不是美术比赛。连指导老师都劝他们，你们要不要考虑改参加环保标语设计，可能比较适合哦。小山脸一红，但心里一横，谁说女生不行？5个女生开始了疯狂的备赛生活，她们熬夜设计，用回收材料打造出一个能自己厨电、调节温度的小型居家系统。连小安安都学会了焊接电路。比赛那天，他们推着作品上台，观众一片喧哗。看起来像玩具吧？别闹了！可是当他们一个个展示功能，智能灯光、再生能源储存、智慧感应系统，观众渐渐安静下来，眼神里透出惊讶。评审们低声讨论了很久，最后结果公布，第1名绿能魔法屋，全女子队伍。小三他们赢了。全场先是一片沉默，然后爆出雷鸣般的掌声。但是还没完，领奖时，主办单位却突然尴尬地宣布，因为规则设计只有男生队伍能代表学校参加全国赛，所以第1名只能颁给第2名。空气凝结，小山握紧拳头，他们流过的汗水，熬过的夜晚，不该这样被抹去。5个女生没有哭，她们冷静地带着作品走向主办方，提出申诉。这一举动引爆了舆论，
媒体开始报道，女生得第一却被取消资格。很快，校方与主办单位被迫召开记者会，公开道歉，并修改比赛规则。最终，小三他们不但代表学校参加全国赛，还夺下了金牌，并激励了后来无数女生勇敢追梦。几年后，当他们回想起这一切，小三说，如果当时选择沉默，我们就永远只会被认为不适合。他们改变了历史，不是因为特别强壮，而是因为选择了勇敢站出来。这段经文提醒我们，神看重的是公平与信心，而不是传统偏见。西罗非哈的女儿们没有被当时的习惯吓倒，她们尊重领袖，却也勇敢为自己和后代争取神所应许的产业。神没有责备他们，反而亲自为他们做主。在今天这个世界里，我们也常常面对这就是规矩，你不适合的声音。但是如果神给了你梦想，他也会给你力量去争取那片属于你的地土。